来，我们创建一台新机器啊，我这边用 Virtual 来跟大家演示，韩国也可以 Debian 12，我们选择2核2G 的，把这个备份关掉，备份呢也是要钱的。IPv6 是免费的，创建。好，给到我们公网 IPv4 的地址啊，IPv6 同样也有，这边是密码，我们用 root 身份登录，我们现在已经能并通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连接到我们刚才创建的 Debian 12这台 VPS 上。接下来到秀肌肉的环节，科技蓝这边一键脚本，好，右键进来，这个都是常用的。我们先更新一下系统，当然你可以滴滴啊，我这边就不滴滴了。我们选择10，创建一个 WordPress， 我们先要装环境啊，我们选择1，让它先把环境装一下。Virtual 的机器呢非常稳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用，用了半年多了吧。基本上也没有遇到什么维护啊、欠 IP 啊这些情况，所以有了一键脚本呢，宝塔呀、One Panel 啊，真是弱爆了。是你没用过，你要用过了，是真的觉得太香了。而且我这个版本呢，是你找不到原 IP 的。如果我套 CDN 了，你根本找不到原 IP。未来的话，我要争取你即使找到我的原 IP， 我即使把原 IP 我不套 CDN 了啊，你也 DDoS 或者 CC 你都奈何不了我。我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。这样的在国内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，我才能回国降维打击。要的就是我这样的豪言壮语啊！现在在配置，你看人家这个机器配置起来多快。国内的话，当然我这个 LDNMP 还是有点问题的。国外的源在国内拉取一些扩展是非常花时间的啊，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要花好长时间，所以我一般放在那个我的后台工作区。这样的话，我把 SSH 关了，你照样可以在后台装。看到这些组件啊的版本号都显示正确的话，那我们的环境才算装好。装好以后，我们回车。接下来我们来装 WordPress， 那就非常方便了，选择2。这个时候呢，会告诉我的公网 IPv4 地址和公网 IPv6 地址啊。我们复制这个去解析一个域名。好，我们来到 Cloudflare， 这些是我添加过的域名。我们找一个 COM， 我们点击 DNS 记录，我们把这个先删掉，添加一个 IP 填在这里。这边呢，我们就 @， 最终形态就是这样的一个域名。我们复制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关闭小云朵。我先告诉大家，我们在本机 iptables 的防御啊，同样照样能拦截。那我们点击保存，然后我们再进阶啊，把小云朵开，达到最完美的。当然这个呢也不是说不完美，是有待验证。但是我们如果面向海外的话，隐藏自己原 IP 是最好的方法，所以我们要开启，享受到 Cloudflare 的边缘节点加速，访问你网站更快速。先关小云朵，我们先不着急，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啊有没有解析成功。CMD 看到我已经正常的拼通了，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延迟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现在是没有套小云朵的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域名填写进去。我们要创建一个 WordPress 了。回到我们的服务器啊，我们右键把域名粘贴进来，回车就行了。等一会儿让它申请一下证书，这个证书还带续签功能，一键脚本，舒服，这就创建好了。点击进去。到了 WordPress 的向导，我们先把 WordPress 创建出来。这边呢就照着填，全部填写完毕，点击。我们点击下一步，我们就叫压力测试站，名字随便给一个，邮箱随便给一个，密码就默认就可以了。保存一下，点击下一步，我们直接就可以登录我们的最新版的 WordPress。我们可以看到 6.5， 这样呢，我们把插件先删了啊，这些插件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太大用处。我们在设置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固定链接，这块就调一下，这边调成文章模式，这个是有效提升 SEO 的收录。创建一个主题，点击创建新的，轻车熟路了。我们找一个主题，做压力测试呢，我们就要做全户的，看上去确实像一个网站，而不是很简单的那种达不到我们压力测试的一个标准。我们装插件，继续装。这个插件呢是带主题市场的，我们点击这个，很多主题，这个是免费的，我们点这个。这个是卖数码产品的，点击子，下一步古腾堡用 WordPress 自带的编辑器，好嘞，下一步无脑下一步，然后它这个条读完，你这个主题就已经导在你的网站上了。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个电商网站的雏形就出来了，看看我们的主题已经导入了啊，我们点击一下，欣赏一下 ，OK。非常 nice 的一个主题的。如果你想做电商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些商品呢全部改成你自己的。这个配合 WooCommerce 就是那个电商助手啊，来去一起
实现的。那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网站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啊？开始优化加防御，怎么来搞呢？这边有一个35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是防御。来，我们把35使用一下，它就直接给我们上防御了。我今天说的要封禁 IP 的这个防御，就是一键直接加防 CC、防 DDoS。这期节目的第3阶段，我会告诉大家这个防御的原理啊，让有一些脚本小子啊更清楚。现在的防御就已经部署好了，回过头来继续35，它就能监测你当前防御已经安装了。那我们跳的面板都不一样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8这个可以查看日志。看到我们的站点规则就已经全部加上了，我们加了6条关于我们网站保护的规则。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Fight2Ban Nginx CC 这个日志是会实时打印的。你在访问我刚才说的随机路径，你要攻击我随机路径，你就会发现这边多了一条数据，这个就是我的访问的这个 IP。你再点，看到了吗？它现在已经把我这个办了，并且办多长时间呢？默认就是1个小时。我们再拿无痕模式来访问这个域名，已经生效了啊！它现在已经把我们的拦截了，不能访问的一个情况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看 IT 狗这边测速，来测我们刚才这个网站，打蛇打7寸随机路径，这个是对 WordPress 网站很有效果。对，我应该把监控打开。后院失火了，再打一下，直接拉满，很不错吧？关键的来了，如果你没套 CDN， 这些 IP 被拉黑以后，你这个中国地图就变成红的了啊，连接被阻断。此时你再看这边，好像都关小黑屋了，办了100多个 IP 啊，1个小时后再见。在这个终端点击一下 K， 选择10，对，35，我们选择6，这边114个站点，包括自己之前访问的那个 IP， 所以 IT 狗就是113个节点进行压测，无法对你的站点进行暴力攻击。比方说你在国内的机器你没有 CDN 的话，那你可能可以用得上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套 CDN， 来套小云朵。首先第一步，把这个小云朵打开，让它先套上。这时候我们的原站的 IP 就会保护起来，不能说这辈子都找不到，只能说很难找到。当然学渗透的小伙伴应该是可以找到，但是要花些时间。那我们如何验证它已经伪装起来了呢？那我们在这边依然复制这个，我们 CMD 好 ping 一下我们这个域名啊，它已经发生变化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跟上面的已经不一样了，那就表明我们的 CDN 已经套成功了。这些我们刚才封禁的 IP， 我们的防火墙已经防不住它了，因为 Cloudflare 会携带着它的原 IP， 然后用 Cloudflare 的 IP 来访问我们的原站，所以这边就复活了。全部都交由 Cloudflare 以后，那这些 IP 封禁就无效了。把这个防火墙规则调整一下，区域限制给它关了，频率限制也给它关了，中转了一下这个 IP， 然后我们的主机就认不清了啊，我们主机就识别不到了。这就是流量啊，又回来了，大量的流量又开始可以打击我们了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这个流量露出来，我们现在开始防不住了，防御面板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21 Cloudflare 模式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要求我们输入 Cloudflare 的账号和 API， 这个是必须要输入的，是让 Fight2Ban 和 Cloudflare 完美对接的一种手法。你们可以去看源码啊，我没有故意要这些信息的。账号就是你的邮箱 ，Cloudflare 首页右上角点击个人信息，这个电子邮箱就是你的账号，你把它复制一下。好，我们右键进来回车，我们的 key 在哪里呢？啊，有一个 key， 这个 API， 那我们直接点击查看。OK， 这个就是我的 key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右键进来，它就会去配置相关的 Fight2Ban 的动作啊，与 Cloudflare 对接。现在就已经对接成功了啊 ！IT 狗，我们现在已经套 CDN 了 ，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漂亮，已经拦截了。怎么看已经拦截了？你再刷，哎，再刷就没反应了，你看全绿了。这个是 Cloudflare 的一个结果啊。我们之前呢不套 Cloudflare 就是全红啊，这边全绿是什么意思？大家仔细看，这个地方已经变成403了啊，已经被 Cloudflare 阻断了。这时候我们再到 Cloudflare 这边来刷新这块，现在这个小黑屋就一个 IP 对吧？我们刷新一下 ，IP 全进来了，大概100多个吧，哦，240个。你会有一段时间的高发期，但是这一段时间呢 ，Fight2Ban 拼命的给 Cloudflare 发消息 ，Cloudflare 那边接收到了就会进行封禁。看我们这边正常访问是没有问题的，什么情况下不正常了呢？哎，后头也加个随机的404，识别到我一个 IPv6 的地址，再点访问着你就访问不了了。好，我换一个 IP 啊，我再访问，哎，又能访问了，看到了。我们来到防御面板这边选择11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，
你可以在这边调节触发次数，比方说触发3次，我们就把它封禁。那封禁多长时间呢？封禁3600秒，3600秒内触发3次，我们就封禁它3600秒啊，改成5次，然后 Ctrl X Y 回车。保存了以后，它就会重启我们的 Fight2Ban。下期我会专门讲我的 Fight2Ban 它是怎么运作的。你了解了原理，你就可以说啊，你不用 Lion 的 LDNMP，OK， 你在宝塔那边也可以搞，完完全全自己手搓手动搭建 ，OK， 也可以去搞。这就是了解源码的一个用处。